失败是成功之母，探讨失败如何促进个人和专业成长。引言：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在各个领域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失败都不可避免，但它通常被视为一个负面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失败，它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成功之路上的重要助力。本文将深入探讨失败如何促进个人和专业成长，并探讨如何学会应对失败，使其成为成功之母。第一部分：失败的定义和本质。为了更好地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说法，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失败的定义。失败通常指的是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期望结果的经历，它可以在个人生活中发生，例如失恋、考试不及格，也可以在职业生涯中发生，例如企业失败或职位晋升的错过。然而，不同人对失败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也使失败的本质变得多样化。失败往往伴随着挫折和情感上的冲击，但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失败的本质在于它能够教导我们从错误中学习，提供反馈信息，并激发我们更坚韧地走向成功。第二部分：失败的作用。失败有着多重作用，它可以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专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失败在个人和专业层面的作用。学习和成长。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当我们失败时，我们不仅能够识别问题所在，还能够思考如何避免同样的错误。这种反思和学习过程可以推动个人的成长，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和坚韧，提高抗压能力。经历失败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强大的抗压能力，它锻炼了我们的情感稳定性，使我们更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抗压能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在人生中总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创新和突破，有许多成功的故事都源于失败。当一个人失败时，他们通常会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种创新思维可以导致突破性的成就，并在专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培养谦卑，失败也有助于培养谦卑。当我们失败时，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这有助于保持谦逊的态度。谦卑是建立健康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的重要品质。第三部分：失败的案例研究。要更深入了解失败如何促进成功，让我们看一些著名的案例研究。这些人经历了失败，但最终实现了卓越成就。爱迪生的失败。托马斯·爱迪生是一位传奇的发明家，但他也经历了许多失败。他尝试了数千次才成功地发明了电灯泡。爱迪生认为，每次失败都是一步更接近成功，而最终他的坚持付诸实践，改变了世界。史蒂夫·乔布斯的重返苹果。史蒂夫·乔布斯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开除，但他并未因此气馁。他创办了 NeXT 电脑和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然后于1997年回到苹果，使该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乔布斯的故事表明，失败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再起之路。拉里·佩奇的 Google 之旅。Google 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一直在强调失败的价值。他说，失败是创新的一部分，而他个人和公司的成功都受益于尝试新事物和学习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第四部分：如何从失败中学习。既然我们了解了失败的作用和案例研究，现在让我们讨论如何从失败中学习，使其成为成功之母。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方法。接受失败。首先，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失败，不将其视为毁灭性的事件，而是作为一个学习机会。这需要摆脱消极情感，并专注于从失败中获得的教训。分析失败，试着理解失败的根本原因。这需要深入分析，以确定哪些因素导致了失败，以便以后能够避免它们。调整策略，根据失败的经验调整策略。这可以包括重新评估目标，制定更具体的计划，或者尝试不同的方法。培养坚韧性，坚韧性是能够应对失败的关键品质。这需要培养情感上的稳定性，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挫折。分享经验，与他人分享失败和学到的教训。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失败，
还可以启发他人。结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不仅是一个陈腔滥调，它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失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我们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都会经历。然而，当我们正确看待失败并学会从中学习时，它可以成为我们成功之路上的重要助力。通过学习、成长、创新和坚韧，我们可以将失败变成成功之母，实现我们的目标并取得卓越成就。因此，让我们接受失败，从中学习，并不断前进。因为失败不是终点，而是成功的起点。